大家好。那现在新加坡机场环宇一家贵宾室的第2站，我们就要前往英国航空的贵宾室喽。英航的话，在全世界也是有一些贵宾室的，不过亚洲地区的话，就这一间而已。那所以这一间在新加坡贵宾室，是因为英航它有行使第5航权，它有飞所谓袋鼠航线，就是从伦敦，然后经新加坡，然后到雪梨。所以这一条第5航权的话，在新加坡做中停。那一天它有2班的伦敦到新加坡，然后有1班会延远到雪梨。也就是它一天这样子的话，会有3个班次从新加坡出发。那因为英航高卡会员也是非常的众多，那在英航改制之前，有非常多环宇界的玩家都会选择玩英航，所以呢，它开一些贵宾室也是蛮合理的啦，就是可以分担成本嘛，对，也比较合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英航在亚洲的唯一一间自营贵宾室喽。它的位置一样是在 T1， 然后它在 C 跟 D 的中间地方。那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从 C 走向 D 的位置就会看到了，在这边 British Airways Lounge 旁边是 Qantas 的 Business。我等下 Qantas 我们会给大家开箱的是头等的部分。那这一间的话，顺带一提，它刚整修过，就是去年吧，所以现在整修过后的新样子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虽然之前我也没有来过啦，对啊，不过我就来看一下吧。British Airways Lounge， 哇，一样有现插兰花哎，这兰花是新加坡的标配了吗？这就是新加坡经常的英航贵宾室，它有新经过改装了。一进来的右边这一间就是 Concord Dining。那很可惜，这一间我今天进不去，因为我今天不是搭乘英航的航班，所以这一间的使用游戏规则就跟纽约的 Chelsea 是一样的。如果我是 Go Get It 的话，我搭乘英航航班，搭乘 Any Class 都可以进来。那或者是你直接买英航的头等，从新加坡往雪梨或新加坡往伦敦才可以使用 Concord Dining 的部分。那我今天因为是搭国泰，所以我来这边。那即便我有 Go Get It， 我也进不去。那一进门口的部分，空间目前看起来还算蛮宽敞的。那它的洗手间的部分，大概像这样。备品的话是全世界统一的，英航都用这个 Elemis 没有问题，跟伦敦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消润的话，大概就像这样。所以英航在这边，因为都长程航线，所以也蛮合理的。因为它这边的话，无论第5航权去雪梨还是往伦敦，都是长线，所以有洗澡的 shower room 是很合理的。那我们剩下部分再往前看，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部分。一进来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长廊一样，是有一个很舒适的休息的空间。那英航现在是运行 A380 来往新加坡到伦敦，所以想必旅客是非常多的，尖峰时刻一样是一位难求。好，我们来看看食物的部分吧。这就是一些咖喱啊、马铃薯啊这些东西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 menu。今天是 Chicken Satay。Braised 的红酒炖牛肉，然后一些青菜，还有牛肉的千层面，已经比伦敦的商务贵宾室好太多了。对，至少都有一些热食可以选择。另外这一边哦，还有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哦。有蘑菇浓汤，然后有一些棒，然后有一些蔬菜卷，还有一些馄饨。它这是海鲜馄饨、蔬菜卷，然后还有一些牛肉跟炒饭。以英航来讲，这样子已经很好了。这里有一些布朗尼啊、苏打饼干啊，然后其他的一些配料。好，那我们再往里面走。酒，这是英航一定有的，一大堆酒，海量的酒。哇，海量，真的是海量的酒。饮料部分，大家英航就不用担心了，香槟啦、Prosecco 啦。各种红白酒啦，酒真的选择超多。这边红白酒起码1、2、3、4、5、6、7、8种跑不掉。对，然后这边也有一堆东西，调酒类的也什么都有啦。这边还有这个教你怎么调酒的东西，教你怎么样去制作。然后再来就是银行贵宾室
怎么能少了我们的灵魂 Chips 呢？不过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伦敦的航班是11点才起飞，现在才8点钟不到，就这么多人来贵宾室等真的是蛮神奇的。贵宾室的空间算是蛮大的，对，如我这样子现在从头走到尾，座位数也是蛮多的。所以英航在这边开一个自营贵宾室也是蛮合理的，毕竟航班这么多嘛，就一天有3个都长程航班，还用 A380 营运。对，所以如果给外航贵宾室的话，显然成本也太高了。那也只要开晚上时段，所以也还好。那我现在在英航贵宾室，刚刚给大家看完餐台上的东西了。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用照片呈现好了，我就不拿起来了。它这个汤很可爱，它这个汤的部分的话，是跟飞机上面它那个英航的那个汤碗是一模一样的。对，那因为我每次搭英航，其实英航的话，食物可能普通，但它的浓汤做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蘑菇浓汤是有兴趣，所以我就拿了一碗这个蘑菇浓汤。大家如果搭英航航班，你如果餐不好吃就算了，汤是最没有问题的，浓汤都很好喝。浓汤、清汤，我目前喝过它各种汤品，搭过这么多段，汤没有失败过的。然后它酒真的超多，有8种红白酒，还有气泡香槟都有。我还是拿了 Sauvignon Blanc。不过这个跟它卡达的比起来就真的差多了。大家可以去看卡达那一集，很多有时候西餐就是口味料理的不对，就整个就全错了，你知道吗？所以口味对是很重要。那英航的浓汤的话，口味一定对，没有问题。那记得来英航，浓汤一定要喝哦，浓汤很好喝。然后如果你是酒类控的话，那没有问题，这边酒真的超多。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贵宾室啊，就是它各个航空公司，他们本国人民需求真的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不一样。像我们在亚洲，我们可能就很在意吃这件事情，但是对外国人而言，可能就不在意吃这件事情。所以这些贵宾室人还是很多，就是它有8种的红白酒、香槟提供，可能就可以让英国人够开心了。就像我那天跟一个朋友，他在君悦台北君悦现在那边工作这样子，那跟他聊，现在台北君悦的海底捞我真的是难吃到炸掉。那我那天在台湾凯悦住了1晚，那边的海底捞就很好吃。可台北君悦一样生意超级好啊，因为外国人一样买单啊，就一堆印度咖喱，然后没蛋白质，一堆淀粉，外国人吃的也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各国的风土民情不一样啦，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这样的贵宾室很阳春，就我刚刚拍完，空间是大，然后有洗澡的地方，有6间，然后酒类很多，食物就真的是这一间你不要看它已经比伦敦的英航贵宾室东西好吃了。这些是商务等级的所以你不能拿头等比。Concourse Dining 的话是头等等级的，不过我今天进不去，但我没有进去，我也可以猜到，就是那个 Concourse Dining 里面的东西应该也不会厉害到哪里去啦。对，那但是外国人而言，他们一样买单所以你就知道说，每个国家要的东西可能真的就是不太一样。我蛮惊讶的，就是这一间是它一天只有3个长程航班。但是我现在走进来，雪梨的那一班是现在已经登记，就是 boarding 了，已经在 boarding 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的都是要去伦敦的人，可伦敦班机还早晚上11点多，现在7点54分呢。所以有这么多人这么早来机场吗？就真的超早来耶！我本来以为这个时间来会完全没人的贵宾室，但人真的是蛮多的，有吓到我，所以难怪需要这边开一间贵宾室，因为寰宇一家的 Qantas 跟 BA 等于都把袋鼠航线的重心都压在新加坡了，完全压在新加坡，所以这边往返就是澳洲跟欧洲人真的是蛮多的，而且英航在这边也算历史悠久啦，对，而且是拿380，因为现在大家知道银行的运力是不足嘛，因为银行被那个，抱歉我不知道，就是它被某一颗引擎就是害到，所以它787有很多问题，所以昨天运力是不足的。
那他还愿意拿380来飞新加坡，代表新加坡真的是重中之重。因为你看香港是1天2班就减为1班了，对啊，那新加坡现在还是1天2班，而且有一班还是用380在营运，那真的是代表新加坡真的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它现在银行在亚洲1天有营运2班的点，就是新加坡，然后东京，印度不算了，印度一大堆啦，因为毕竟英国跟印度很密切嘛。那东亚地区的话，就是东京跟新加坡了。香港现在1天1班，上海也1天1班。曼谷的话，今年冬天会增为1周6班，现在1周4班。对，所以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银行航点。那这贵宾室有看出是重新装潢过，因为里面装潢是蛮新的。那就给大家开箱到我这边，等一下我们再去下一间贵宾室再见喽。我们先把座位区走一轮。哇！这左边还有一区耶，冷盘沙拉现在映入眼帘了。好，我们看下热食区，